航空公司同样是营收创新高，为什么长荣、华航年终发到让人羡慕，话题王星宇却只有1个月？让张国伟下这个决定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亲眼见证过父亲张荣发当年是如何在长荣航空走过的那段烧钱6年黑暗期，而他才正要踏进去。掌握大势趋势，8分钟看懂天下。我是文月。去年是航空业景气大好的一年，今年出国潮持续很热。不过营收创新高，飞机一直买的星宇，为什么年终只发了让员工炸锅的1个月？董事长张国伟还出面喊话大家体谅。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这集的8分钟看懂天下，带你看懂星宇走过疫情，现在是创立的第8年，看似亮眼的成绩单后遇到了什么难关？其实这样的路，张国伟的爸爸也走过。那为什么2个老大哥长荣跟华航不需要买新飞机，搞艺术联名，年终就能够发到让人羡慕？放眼达拉斯、华府、凤凰城等等这些新开的航线，背后有什么更长远的布局？从创立至今，航空界的明星星宇2026年也是题材满满，新闻一波接着一波。今年1月，董事长张国伟亲自从法国把全台第一架 Airbus A350-1000开回台湾，搭配劳斯莱斯引擎，是环保安静、专门为长程飞行设计的旗舰型广体客机。这只是星宇机队的新成员之一。星宇今年预计将交付14架新机，到了年底，总机队规模会有43架，要打造更高密度、更远航程的硬体实力。把飞机增加到一定规模后，接着就是航线扩张。星宇2026年3大策略重点：第一，插旗欧洲。Hello everyone， 欢迎搭乘星宇航空，我是机长蔡依林，我们即将前往布拉格。8月将会开启直飞捷克布拉格，正式宣告进入欧洲长程市场，同时深耕亚洲，增开韩国仁川、釜山跟印尼巴厘岛，满足热门的旅游需求。关键的美国布局是除了现有的洛杉矶、旧金山持续增班，星宇也在今年插旗凤凰城，布局纽约。同时，在台湾南北并进，进驻高雄小港机场外，台中机场也设立第2营运基地，打破过去集中在桃园机场的营运架构。2月初，星宇更启动了品牌视觉与跨界转型，宣布和日本艺术大师空山基合作，把 A350-1000机身涂装成未来风金属质感，变成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对张国伟来说，这不只是行销，更是星宇定义精品航空的里程碑。单看营收与扩张速度，星宇确实交出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全年累积营收突破440亿，年增率24%，一切看起来都在轨道上。但为什么在公司这么风光的时间点，员工拿到的年终只有1个月？讲到年终，华航平均9.7个月，长荣6.5个月，虎航更是有超过10个月。为什么声量高、营收也不错的星宇，去年年终只有1个月呢？我们先把时间轴拉长往回看，星宇的开局就很有戏剧性。2020年，星宇风光开航，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全球疫情爆发，但没办法，头已经洗下去了。张国伟靠着务实节流措施、个人魅力喊话，硬是把这块精品招牌撑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2025景气大好的一年，星宇却没有像对手一样发出大红包，是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最烧钱的关键扩张期。刚刚前面提到的 A350 广体机，每一架都是100亿级别，落地那一刻起，每天的折旧、保险、贷款利息，光是整个新机队固定开销就很惊人，还要再加上飞机维修、人事费用跟公关行销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星宇就算营收看起来不错，但就算连去年观光最热的第3季，也是全球航空业传统旺季，华航、长荣都赚饱饱，星宇还是亏损的原因。也因为如此，星宇更必须加紧开航点，开拓市场。其实这条路长荣在30多年前也走过。90年代长荣创立初期，为了撑起全球航网，一口气下定了26架的新飞机，其中多数是当时最主流的波音747广体客机。这样的快速扩张，让长荣航空在开航初期连续亏损6年。当时长荣总裁张荣发是靠着长荣海运在背后不断的输血，才让长荣航空挺过那段烧钱的苦日子。而1996年从国外念书回台湾，进到长荣当基层的张国伟，是亲眼见证自己的爸爸张荣发如何在质疑声中把长荣航空养大，所以比任何人都清楚，
扩张期就是一场生存马拉松。只是更残酷的落差是，当年长荣的开局是台湾经济崛起，股市破万点，民众刚开始有能力出国玩，市场唯一最大对手是早期飞安纪录不佳的华航。但现在星宇要面对的是华航加长荣两大巨头，不止航点相对多很多，更直接的是看机队规模。长荣有波音跟空巴的各式机种89架，华航83架，星宇才刚刚跨过30架。往下还有联航、虎航抢价格敏感的族群。定位在精品航空的星宇，在消费者更精明的年代，不只是要大买飞机扩航点，还要砸钱在品牌经营，像是艺术联名、烧肉、特调等等。最大的挑战是星宇今年有10多架飞机要交机，一口气把机队规模扩张到43架，交机就要付钱，要维修却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把新航线养起来，现金流该怎么撑起来？航空业内大家都在看。讲到这，是不是就不难理解？1个月的年终，其实是换取未来活下去、追赶对手的买路财。当星宇正在为扩张付学费的时候，航空双雄华航跟长荣缴出的亮眼年终，背后其实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获利公式。华航在2025年累计全年营收2090亿，再创历史新高，主要有2大关键：第一，旧机红利。相对于星宇每一架飞机都背负高昂的租金跟折旧，华航的主力机队折旧多半已经摊提完毕。也就是说，同样再买一架飞机，华航赚的是纯利，星宇赚的大多还是会被成本给吃掉。再来是货运，华航在疫情期间果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大量转训机师，短时间内让货运增班，稳定现金流。到了2025年，这套系统又很顺的对接到全球 AI 需求，从半导体设备、伺服器等等，华航成了台湾科技业出口最重要的物流管道，全年货运收入高达668亿，成为支撑员工平均9个月年终的底气。同时华航在乘胜追击，加开凤凰城航线，增班釜山、布拉格、纽约都是机票供不应求的航点。另外一位老大哥长荣一直以来都是航空界的商务客之王，现阶段的他不用像星宇一样要一直扩张，反而是回头深化，机队规模没有变，但把利用率再往上拉。像是获利很高的米兰、纽约、洛杉矶航线，透过加密班次，让商务客随时都有飞机坐。从会员权益跟里程累积来看，都能让客户产生更强的粘着性。长荣也在去年底跟今年7月开航直飞美国达拉斯跟华盛顿 DC， 光看这2个商务重镇点位，就知道长荣布局不只是为了载观光客，背后有更强烈的高端需求与政治需求。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华航、长荣还是星宇，对于直飞美国这块市场，可以说积极到用抢的，为什么呢？航空业不只是载客这么简单，尤其现在对美国的航线布局已经出现2大不能忽视的趋势。第一，2025年台湾第1大出口市场已经正式转向美国，而 AI 硬体为绝对主力。接下来的几年，像刚刚提到华航跟星宇都加开直飞的凤凰城有台积电，长荣去年底开航的达拉斯是运算中心跟零组件供应链重镇。当货机载的是价值连城的伺服器，客机做的是可能身价动辄上亿的科技业高层。谁能掌握这些关键节点的货运跟商务舱位，谁就掌握了未来几年的获利密码。第二是隐藏在华府航线背后的政经布局。长荣航已经宣布在2026年7月开航华盛顿 DC， 表面上是补齐了美国东南航网，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地缘政治。在刚出炉的台美贸易协议中，有一条建立双边投资机制，显示美国对台湾投资的重点正式转向国防与军工产业。可以预见，以后需要在台湾跟华府之间飞来飞去的商务、政治，甚至国防有关的旅客只会越来越多。相较于双雄已经在吃时代红利，星宇还在盖基础建设。虽然老板有个人魅力，可以加强品牌韧性，但在高通膨的时代，牺牲年终换取未来的做法，如果你是员工，会愿意跟公司共体时间吗？星宇能不能撑过去，甚至进一步打出3分天下的局面，今年就是关键。你有买星宇的股票吗？你觉得张国伟有办法撑过去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8分钟看懂天下，我是文玉，我们下次见。你今天声音特别有磁性的，怎么了？我感冒，天气很冷，大家要注意保暖。